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Lin。当我们还在担心 Omicron B1、B2 病毒的时候，现在又跑出了新的重组病毒 X1。病毒一直在变种，而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，你应该如何自保呢？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变种病毒时代自保6大招 Part 2。说真的，新冠病毒变异的速度真的是光速般的在进行，这对全世界的公卫体系和我们个人人体健康都是一大挑战。在上一集里，我分享了变种病毒时代如何自保的前3招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另外的3招。面对变种病毒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，5到10天内就康复，不留下后遗症。而这一切就要从吃对食物跟确保你的免疫完整性开始。变种病毒时代自保第4招，糖会瘫痪你的免疫细胞。研究发现，一旦只要摄取了75克的糖分之后，你的白血球供给能力就下降了，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会持续5个小时之久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每天睡8小时，每天有运动，每天有睡好，每天有吃营养品，一旦你只要喝了几杯珍奶或是含糖的饮料，或者是吃了几块蛋糕，你的免疫战斗力就会被破坏和下降。另一个2011年的研究也发现 ，fructose 果糖的摄取会降低人体对病毒和细菌的免疫反应。那75克的糖分到底是多少呢？举例来说，一瓶 soda 饮料就含有大约40克的糖分，一小盒低脂含糖的 yogurt 就大概有47克的糖分，一块 cupcake 小小的杯子蛋糕就大概有46克的糖分，那一罐运动饮料大约有35克的糖。所以以上的这些食物或者是饮料，你只要一天吃个2份，大概就有75克的糖了。这样子你的免疫细胞就会容易宕机5个小时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碰到变种病毒，那借着这个空窗期，病菌就很容易直接杀进你的体内。因此，在变种病毒的时代，控糖、阻糖、不吃糖的饮食习惯将会是成功自保的一大关键。变种病毒时代自保第5招，321自愈饮食法。那大家可能会问说，既然糖分的摄取要节制，那吃饭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吃呢？我通常是教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把餐盘画成3:2:1这样子的比例等份，3份富含纤维质的青菜，2份蛋白质，1份五谷杂粮淀粉。吃的顺序也照这个3:2:1的顺序，先吃富含纤维质的青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再吃五谷杂粮的淀粉。把淀粉放到最后面吃，这样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与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因为一来血糖一旦过高或是波动过大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感染就容易发生；二来血糖过高容易得糖尿病，而糖尿病本身就是新冠重症的高危险族群，血糖稳定，自愈力才上得来。因此这样的吃法我叫它321自愈饮食法，所以等会大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321自愈饮食法的原则去吃，照着做，自愈力就在你的手中。变种病毒时代自保第6招，免疫完整性很重要。通常一个国家会有海军、空军、陆军、两栖部队等等不同的兵种，每个部队的功能都不一样，士兵的数目也不同，而且彼此之间会互相支援与协调。士兵的数目足够，兵种足够，这个国家才具有军事完整性。而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有很多细胞的种类和不同的数量，因此了解自己的免疫细胞数量够不够，兵种够不够，检查自己是否有免疫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发现士兵数量不足，那就要赶快补上，不要等到开战的时候才发现士兵的数量不够，那战败的几率就会很大。研究发现，在新冠疾病的发展过程中，免疫细胞 CD4 跟 CD8 的 T 细胞数量低的话，和新冠严重程度就成正相关。我来举2个个案。一位是65岁的华州华裔妇女，她做了一个免疫细胞分析的检查，她的 T 细胞总量与毒杀细胞 CD8 T 细胞的数字都过低。毒杀性 CD8 T 细胞是负责清除受病毒感染的细胞，抑制病毒感染扩大。就算病毒日后突变，这也不影响毒杀性 CD8 T 细胞的攻击能力。CD8 T 细胞同时也负责抑制体内癌细胞的增生与抑制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。总而言之，这位妇女的免疫军团并不完整，而且她的氧化压力检测后来也发现是不正常。关于氧化压力的检测，我在上一集有说明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。
另外一位60多岁的加州华裔妇女，今年年初检查出罹患大肠癌3期。她的免疫细胞分析显示，她的 T 细胞总数量跟 CD4 T 细胞数字都过低。CD4 T 细胞是协调免疫反应的指挥协调官，让战事得以顺利的进行。如果战场上重要的协调指挥官不见了，那这场战就很容易大乱。最后我要说的重点是，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，有没有慢性病史，不管你几岁，我们最终面对变种病毒的考验是在于我们的免疫完整性。而免疫系统完不完整，只有验了之后才知道。在疫情多变的时代，超前部署去了解自身的免疫完整性，我想这才是免于恐慌的上策。除了上一集和今天这一集之外，我们之前还有其他几部关于免疫主题相关的系列影片，接下来会一并整理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。在变种病毒的时代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只要找到对的方法，自愈力终将战胜。欢迎你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，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与分享哦。健康聊心室，我们下次见。